喵。静音森林的中花田突然完全没有声音，连叶子落下都像被 UFO 按了静音键。威廉，你看，绿色光束罩住整片花田，花朵张开却听不到一点实声。哼，我刚说了一句并且，结果连自己的回音都不见了，这太可疑了。大家先停在安全绳后面，不靠近光束，也不要大叫测试声音。调低声音，找回森林的耳朵。森林有耳朵，那他刚刚一定听见我肚子咕噜叫，真失礼。保护耳朵，学会安全音量。可是声音不见了，为什么还要保护耳朵呢？因为太大的声音会让耳朵里的小小听觉朋友累坏，森林可能在提醒我们。原来耳朵也会累，我以为只有写作业和等点心会累。所有中花都张开了，但没有发出声声。第二个线索是，绿色光束每次变亮，周围就更安静。第三个线索是我的脚步声被偷走，可是脚印还亮着。很好，我们不追 UFO， 只用眼睛记录，并用安静手势沟通。我比一个小小的圆，代表声音要小一点。那我比一个大叉叉，代表不要对着花田尖叫。正确遇到未知光和奇怪声音，第一步永远是保持距离和冷静。最大的声音不一定是最清楚的答案。哼，这句话很像在说我上次敲内子找遥控器的事。我们来做安全实验，先用普通说话，声不喊叫，看看花朵会不会回应。中花田，你听得到我们吗？如果听得到，请不要用外星随声吓我。看，花瓣边缘亮了一点，表示柔和声音也能传达讯息。所以不用越大声越好，刚刚好的音量更舒服。我的镜前公告以后可以降到室内音量，这是重大进步。耳朵像珍贵的小金探，太吵时它会疲倦，甚至听不清重要线索。那看影片、听音乐的时候，也要把音量调到舒服，不要一直最大声。没错，尤其戴耳机时要更小心，音量适中，也要让耳朵休息。耳朵休息时间可以吃点心吗？我是替耳朵问的。小梅耳朵应该比较需要安静，不一定需要金钱。现在看第二个 UFO 线索，绿色光束旁边有一圈发光脚印。脚印不是往花田中心走，而是排成一个耳朵形状。外星脚印也懂比喻，这宇宙越来越会上课了。要先听见小声线索，不能只找最大声的东西。我闭上眼睛1秒，听到很远的水滴声，好像从湖边传来。我听到树叶沙沙，还有威廉尾巴扫到背包的声音。很好，安静时我们能听见更多细小安全的线索。花田有一朵中花开始轻轻发亮，像在回应我们的安静。它没有大叫，只是亮一下，这比我的闹钟有礼貌多了。拍手一次很轻，拍手一次很大。轻轻拍手时，水面出现小小圆圈。大力拍手时，绿光立刻竖起来，好像他不喜欢太突然的声音。这表示突然巨响会让环境和耳朵都紧张，孩子们也要避免在别人耳边大叫。如果想叫朋友，可以走近一点，用普通声音说话。不要用恐龙吼叫召唤朋友，除非朋友真的是恐龙。安全音量，听久休息，温柔沟通。绿色光束变淡了，中花田开始有一点点叮叮声，听起来像很小的星星钢匙敲杯子，没有吓人。这是部分解答。UFO 不是偷走声音，而是在保护被噪音弄累的森林。所以森林不是生气，是需要安静恢复。我懂了，像我午睡被吵醒，也需要一段不被问数学的时间。每个人都可以安排安静时间，让耳朵和心情重新变柔和。那我们可以把今天记成静音新规则吗？可以，
第一，不对耳朵大叫；第二，电子声音不要太大；第三，吵过之后要休息。第四，如果 UFO 要上课，请他先把音量调到儿童模式。当森林听见最小的声声，蓝色门会打开。蓝色门，大家看，最远那朵中花里出现一点蓝光。我投票不要靠近，因为我的好奇心今天已经吃得很饱。正确，我们在安全位置观察，不进入未知门，也不碰外星光。下一个线索藏在彩虹回声洞。彩虹回声洞听起来很漂亮，也听起来会把我的吐槽弹回来。那就是明天的伏笔。今天我们先把中花田的声音还给森林。中花一朵一朵响起来了，但都很轻，很像晚安笋。我的耳朵觉得舒服，没有被吵到，也没有被外星花追。记住，神谕事件越奇怪，我们越要用安全、温柔、清楚的方法处理。我今天学到，安静不是空空的，安静里也藏着很多线索。我学到不要在朋友耳边突然大叫，也不要把音量开到宇宙最大。我也学到，保护耳朵就是保护我们继续听见世界的能力。可是威廉，蓝色门刚刚闪了一下，彩虹回声洞好像真的在等我们。我看到了，那是下一集的线索，我们会在安全准备好之后再调查。各位小小观察员，今晚也帮自己的耳朵安排一点安静休息哦。谢谢大家陪我们找回静音森林的声音，记得用舒服音量说话和听音乐。今天的冒险先到这里，我是猫咪威廉，我们下次再一起调查彩虹回声洞。大家晚安，拜拜。拜拜，愿你们的世界有温柔的声音，没有突然的外星大喇叭。拜拜喵，下一集见。